那我们回吧。很棒，你今天的直播连线贼拉棒。然后错了几个信息，而且我们在那边没事，我们在那边对时间的时候就在10分钟刚好59秒的时候完美的结束。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太长了，所以我赶紧调了一下他们的问题。你有看见我给你比那个是吗？我看到了，就开始加速。喂姐。Hello， 泰总，你怎么样？你们这组怎么样？今天？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我们也在回去的路上，但我现在非常的疲惫。佳怡，你们咋样？你们咋样？顺利吗？天哪！我只能说天哪！为什么要说天？民生记者真的太不容易了。期待你们的片子哦，期待到时候我们剪出来都给各自看一看，别自己藏着。我特别期待他们那个鸡的那一组，因为昨天朗子跟那个雨佳他俩估计是通宵去蹲那个鸡了。通宵？他俩已经通宵了！天哪！对啊，昨晚就通宵了，昨晚都没回来。但今天还得通宵呀，今天得剪片子，主要是。你感觉你今天的现场报道做的怎么样？我感觉有点往回倒不过去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新闻稿。我感觉总体上还算完成的挺顺利的，因为我感觉凯旋姐问的问题，你给的回答都不错。因为咱们这个主要是你的功劳，因为昨天晚上咱们确实前期采访做得很充分。那没有，我觉得是你回答的也好，我们一起的功劳，我们一起的功劳。不行，我要休息一下，感觉忽然好累。歇，我也不跟你说话了。我们也别歇会儿。人一直绷着，突然1秒入睡吗？一个直播搞完，秒着。王玉是永远在这个位置睡得特别好。先休息一下，对，见缝插针睡一下。晕过去了，我马上要。回来了。哎，老师回来了，拍的咋样？还行，还行，感觉你信心满满嘛。我这还行，老师只能说。啊，因为我们那个比较简单嘛，我们那个它是一个稿子写完了吗？没呢。啊，抓紧写稿子吧。 Yes。啊，记得把饭吃了。老师，您也刚回来是吧？我回来半天了。哦。找个地儿吧，小会议室。哈哈，没人。我总那俩回来了，咋不过来了？干啥去了？他们俩没找代教老师，代教老师过来找他们了。哇，直接就写稿子了，直奔写稿地。啊，张老师来了。什么？张老师来了。咋样？啊，老师，我们现在回来，再把那个新闻稿重新的谈一下。啊。专家算是联系到了吗？现在？再问，再马上专家联系不到也没问题，就自己想办法把这个话怎么圆一圆，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好了。这个有更好，没有也那什么。那我不管你们了，我一会儿去吃饭了。好的，老师，吃饱一点。吃饱了干嘛？吃饱了被我们气。我这脑子都麻掉了，怎么剪？怎么写稿子？哟，你们也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吵得怎么样？我们现场非常的混乱。你们那里肯定吵，想都想象得到。对，大吵架，大乱炖。物业和业委会在一起肯定吵架。就是跟他说小丫总，他就是全程说上海话。你跟他说上海话，他肯定会跟你说上海话。我完全听不懂他说上海话，我只会这一句小虾总。我还会一句，我要可下。谁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不会感到惊悚？这两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Hello， 都回来了。他带着一只活鸡，那只鸡还带着呢。60块呢。我觉得鸡这组内容很丰富。对他们真的，鸡这组太有活了，我这么说。你们是通宵没睡吗？当然 Almost。当然，怎么可能睡呢？如何呢？新奇的体验，我只能说。写吧。
都回来了，陆陆续续。怎么样？那来吧，咱们讨论一下直播连线的情况。先说活禽交易那一组，马老师说。我很意外。怎么了？就是我的意外来自于就是现场凯旋也是不停的追问，然后吕瑜伽来说好像并没有把他直接就问到或者问懵那儿，他只有在现场待的时间足够长，他才能够了解到足够多的足量的信息来回答凯旋的问题。好啊。还有一点就是他竟然能够把2个执法部门约过来，这很不容易。对，不过我觉得找这2个部门真的要感谢，因为我觉得上海的这个点赞部门点赞真的是效率非常高，点赞因为全过程打电话我都旁边看到了，我和冯明2个人，我们全程看到，就是有应有答，值得点赞。对我看完的感觉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语言的组织上需要一方面精炼一点，另外一方面用词上准确一点。屠杀一只小鸡。对。我那组我稍微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整个来讲，他们思路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是头一天晚上就做了家长啊，包括教练的预采访，逻辑非常清楚。但是比较欠缺的一点，我觉得他在放完教练的录音之后，后边稍微有一点乱，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但是真的太棒了，我设身处地想，我干的连人1/10好都达不到。对，非常非常厉害。以前我们还能对人家有一些点评，有一些浅薄的认知。这你敢点评啊，徐老师？你点评一个我听听。以前都不能说点评，有时候还会进行一些批评。现在只能久仰了，只能久仰了。下一组。我是觉得这个很好看，就是庞真这条就是挺看得进去的，因为他们的表达也挺丰富的，对吧？声情并茂。就是我就觉得我最关心的问题啊，这个会不会出人命啊？他们怎么办？还有别的出路吗？就这么破天还会做吗？就是我觉得没喂饱，不像第1条、第2条，就是他们把信息给我梳理得很清楚。对，你看核心信息丢了，对不对？这破电梯能出人命吗？这才是核心问题嘛，对吧？人身安全问题。这组是你跟的，你来讲讲。这件事情是拍这个饭店之前拍的这个爱心饭店的后续的，我们的后续要看到的就是不同，或者是有哪些新的点，大圣要言谢的点在哪里，所以说这块没有交代清楚，其实是被他们挖出来了的。但是呢，他的话术和他的状态确实很好，而且我觉得4组出镜的这个感觉他最好。好，那我们这组通过吗？这个咱们这4组刚刚的当了个当，肯定是必过呀！这4组太棒了。哎，我记得是说他们只要达到了那个标准线就可以拿到10分，对不对？对，好像直播是1个分。是的，我觉得可以给分啊。我觉得这4组都能拿到，都有可以给分。好，我们先回办公室吧。各位同学回工位了，我们先把大家直播连线看过之后的考核结果以邮件的形式通知大家。现在就说啊？我们不是第1部分是直播连线的考核结果吗？天哪！今天就发吗，老师？只是直播连线的部分，名额不设限制。我觉得瑜伽的组是没问题的。从合格的角度，我觉得都合格了。我怎么感觉这个如果让咱选的话，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这里边现在最在意的应该就是姿态。你查吧，我就不查了，反正1个分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听天由命。是只要直播连线合格，所有人都可以得10分。对，就是理论上是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得这个分的。完了，我感觉悬哦。你们对于这一轮考核成绩都这么不关注吗？到现在都迟迟不回到座位。我现在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这些人都太可爱了，好值得喜欢啊！这些人，而且太优秀了。我跟你说，尤其是我们是看着他一路从最开始的稍微有点惊慌，到现在的落落大方、稳如泰山，真心替他们高兴啊！真的。我猜应该是都会有吧。
应该都过了，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都过了。这个还要单挑一组的话，我觉得有点苛责了，有点针对性了哈。但是我们最后时刻是要猜谁的新闻片可以成功播出的。鸡那个肯定能播，小于等于2组。他就不能冷不丁的发过来吗？一定。只要他们那个新闻编的不出大问题，一定可以。还要看这个新闻稿本身，还有夜探部分呢，那多好上电视啊！姿态灵能突破，我怎么查不到啊？邮件发送了。好，邮件已经发送了，大家可以查收邮件看看这一轮考核的结果。你们收到了吗？师姐，帮我看一下，有分吗？有分吗？哇，所有人都有分，哇，全部合格，这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厉害厉害，终于，姿态，恭喜姿态棒，值得。但这个确实值得，值得，因为每个人真的很棒，没有任何的偏袒，也不存在任何的。这个他们最后的呈现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老师，谢谢你们。不是0大了，没有人没分。有人没分吗？有人没有人没分。姿态现在不敢相信。老师们，谢谢你们。哇，都有分哎。老师不舍得我。都有分哎！老师不舍得我。他们最后的呈现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绝对。鸡那个确实精彩，那必须得上电视。对，那是绝对是一个很成熟的电视内容。对。我跟你说，就他们这冲劲儿，让他们扫毒，他们都敢去扫毒，挺像的，我告诉你。真的，他们这扫毒，他们都敢卧底，你信吗？记者越年轻的时候胆子越大，真的。你们俩也像要去出境当记者的感觉。我俩已经恨不得去卧底了。穿那么闪当记者受不了。我刚才跟子琪对了一下眼神就是我们俩那意思就是，如果这一回不是所有人都有分，我们俩打车马上去东方卫视。改天我俩一块儿，那就要打好几千块钱。来，首先我们把掌声给到子泰，好不好？好姿态啊，好姿态。10分入账，实至名归。而且不是说为了关照谁搞那种万箭齐发什么的，没有，这就是靠实力拿到。精彩。然后这一轮所有的表现，各位印象最深的人或者瞬间。有没有分享的？哎呦，主上，我就不说瑜伽了吧，因为估计有很多人想说瑜伽。这次瑜伽确实爆发出来了它前所未有的一个好状态，以及在整个的探访过程中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他和程朗，其实程朗让我挺意外的是，他俩其实看似就是从直观上判断，他俩其实可能不太适合去做这种去暗访啊。怎么说呢？有点挑战性的东西，颜值过高了。对，然后结果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敢拼、敢玩，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执行，无论执行的也非常好，然后整个的流程做的都非常的棒，有点吓人。有点吓人，有点吓人。我本来不想说他们，但实在有点难以抑制住这个心情。你都说完了，那剩下的你们说吧。好，那我抢一个，你抢一个。
体育场其实这一组啊，他的工作量我相信一点不低。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可能不是实地去在综艺内容上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工作量，就是去实地走访什么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和各方交流。我觉得交流也是主持人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吧，全真老师。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一次完成也非常好，而且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每一组都提一提的是，这个凯旋老师其实每一次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提问，这个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我就是抓你到底对这事儿了解程度有多深，结果他们每一个人，至少我看到的是都没有被抓住，没有说就是在一个直播的临场反应中，没有让这个时间 timing 就掉在地上过，而且对答如流，我觉得专业性上真的是需要极大的肯定。对，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这种直播台上临时对记者提问的场景，不是为了为难记者，是你做直播台的新闻主持人一定要问的。为啥？因为它代表的是观众。就但凡我觉得观众不明白的事情，而我又想要知道的，我就会问。就这种问题，真的不算突然袭击，就是要问的。这也是他职业要求，群众的关切。然后那种事实不够清晰的点，逻辑上有纰漏的那些环节，然后使得他来做更进一步的澄清，这其实是他的帮助。如果真的播出而那段他没有澄清的话，其实是让他把更有价值的信息提炼出来，他其实不是一个为难，所以也不会提前沟通哈。有的时候能做一下沟通，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因为你是在现场听他的表述的时候才发现说有问题我没明白。所以你就没有沟通的机会，你就得临时发问。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几组之外，还有没有哪几组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子琪，庞真在我心目中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然后我对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在居民还有物业还有这个居委会在那个场面一度失控的时候，他一句话就是抓准了他们民生新闻的一个要点，就是居民的诉求这个点，一句话把这个所有混乱的场面又给拉了回来。好，大家先平复一下心情，我非常理解，解决问题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包括他在直播连线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是面对那个居委会的那个大哥，滔滔不绝的一个表述的一个情况下，在时间里，然后他的这个控场能力依然是那么出色，是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庞真那一段是真难，真难，因为错综复杂，对，然后每个人各执一词，而且他最后呈现出的那个结构化的逐步深入哈，找居民问事实，然后找物业问责任，最后找居委会问解决方案，条理非常清晰。对，然后最后问卡点在哪，那点在这儿怎么办？而且面临最后凯旋的这个提问，也是临危不乱，真的是棒。但美中不足，我自己观察，我感觉就是那个片子的视觉呈现稍微单调了一点，虽然说有这个信号的问题。他们说后面还有片子，所以最后其实最后的呈现是连线加片子剪辑以后的结果。对，那可能水帘洞这些镜头都会放进去了。是的，那这个就非常值得期待了。这么其实我觉得最后可能会上片子的一个是那个卖鸡的，一个就是这个电梯的。这个有吵架，就爱看，滴了嘟噜的一顿吵，老头老太太在电视机前，我就看这个，既有收视率，又有社会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俊林刚才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刚才小胡哥说完那个之后，我其实有在想说，王玉和子泰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刚才去做了一些其他的，像那个玉哥送餐怎么样的，这个是镜头前面呈现的，我就不知道在后面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点是有被挖掘出来的，像子泰刚刚在前面有说的那个空巢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就是觉得说，如果说他们在后面的片子里面有呈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会不会说他们这个其实也有机会是能够被拿到电视上去播出的，因为前面东方卫视是有播出过这条新闻的，然后老师也有说嘛，就是从他们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新的点，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说，他们后面有没有这个新的点？子泰心里有一个，对，所以我现在也在期待，就是我也很期待他们后面能不能有这个点的出现。没错，凯旋也问到了一个，全勇老师，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说，就是您觉得这8个人里边，您自己觉得个人业务能力，您觉得最强的是哪个？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几个人的基础能力非常的好，起码有4个人，我很难分出他们的高低上下来。瑜伽、庞征、诗文、徐志胜。第4顺位比较难猜呀，我觉得是子泰。子泰，那太好了。那我们明朗吗？我觉得就是你们说的前3个，其实他们的表现都很突出，既能够在新闻调查的过程当中占主导位，又能够在现场连线的时候起到顶梁柱的作用。这3个人都很棒。是，我心目当中其实有一个人不显山不漏水，深藏不露。对，但是我觉得基础能力非常不错，韵林的基础能力非常不错。韵林果然是韵林，哇！但是真的，韵林也非常全面啊。对，那个律师那个，这个是思维缜密。就我们老说好记者吧，腿要勤，手要快，心要细，脑要清，就这几件事你都得做得到。刚才片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屠杀那一刻出来的时候，演播室内外，从这个导师们到我们都笑作一团。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那些口误乌龙的小瞬间？口误有没有？有啊。俊林有吗？有啊，我记得就在这儿吧。我当时舞的时候，我猜人说靠发型猜人，然后我说什么靠发际线猜人。我还记得，我有印象，准吗？当时准，靠发际线猜人。哎，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这个发际头，对对，发际线取得了胜利。我说我当时靠发际线。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看着我说发际线猜人了。志胜呢？有没有口误时刻？我没有口误，我有被别人空耳过。我有一回跟你们可能刷到过，跟孟子义拍一个直播，然后那个吃一个鸡，然后那个鸡特别烫，他就哎呦了一声。我说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然后所有人都听成了我说了一句你让鸡咬了是，然后后边是一句脏话。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是。一点那个，大家全听成了这个，还是这个，大家全听成了这个啊。然后我当时说完之后，两人吃鸡就吃不下了。对，主持人一直提醒我说：“志胜哥，我们是直播。”我说：“你直播怎么了？我关心他。”我关心他怎么着？我关心他怎么着？然后梦姐一直说：“你别说话，你吃鸡。”我当时真不知道是发生了啥。然后后边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脏话，我说不可能呀，然后还给我听，反复的听。然后我后边就自己听，我就听出来了，是怎么着？我赶紧给你们说，但是当时就已经不必解释，而且当时大家都听成了是这个，我到现在也觉得我有冤枉。想的是怎么着，但是你出口就确实说着的，出口也是怎么着？我反正当时看的时候不是怎么着。王子琪，你还我清白，王子琪。你现在把那句再说一遍，我们听听。你让鸡咬了是怎么着？这完全不是你当时直播那个声音，我觉得是语势那个当当当。我知道这怎么收了。徐志胜直播骂脏话。不是。他是属于这个咬，吓我一跳，我说那让鸡咬了是怎么着？是这么着吗？对，不是，你知道这个弹出来的是什么关键词吗？徐志胜直播说国粹。对，到现在还没人给我证明我的清白了。普通话证咱还是考一个吧，就是。这是普通话再不好怎么着和那个不？那个，招，对，怎么着？做早操。做早操，我害怕出现新的误会。全林老师有吗？有啊，就是我有一次去丽水采访，然后呢，不知道为啥我脑子里可能刚从温州赶过去，我采访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在问说，咱温州近年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整个采访都这么问，对，然后对方说温州这个解决的事情吧，那个他们不太好干。我心说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呢？我说那咱温州为什么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负责？这温州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好干。
你们俩聊了一整场温州躺枪，他也是真接啊，他肯定很严肃嘛，他觉得是在聊温州那事儿，然后就认真聊了。我天，哎，太好笑。哎呀，没关系，咱们如果这么比起来，刚刚他们所有里面都是小误会，而且这些片子还没有正式播出呢，其实后期都还有补救的余地。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准备新闻稿和剪辑新闻片的过程，这才是难题。因为文本工作、案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